在 EB-5投资行业，开发商最爱说的几句话：安全第一，政府支持，稳健退款。但现实却是，历史上众多 EB-5项目烂尾，投资人血本无归，有的甚至连绿卡都没拿到。比如佛蒙特州的滑雪场度假村，800多个投资人近4亿美金投入，结果大部分资金被挪用，项目烂尾，投资人陷入数年的诉讼。可怕的是，这个案例并不是个别。开发商如何通过虚高成本和夸大出资，一步步把风险甩给投资人？造假和虚高问题，虚高土地作价，这是最常见的、最能忽悠 EB-5投资人的一招。最大的体现就是开发商资金占比非常高，他们往往会在早期低价拿地，几百万甚至更低的价格入手，等到把项目包装成 EB-5投资时，就会找一家友好评估公司出具报告，把土地价值抬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。比如某新政项目市场价仅600万的土地，被开发商在台面抬到2000多万。表面上看，项目公司资金雄厚，EB-5投资资金有土地做支撑，其实只是数字游戏。EB-5的钱直接用来补这虚高的土地溢价。开发商在一开局就赚了一大笔，EB-5成了买单的人，项目做好了，钱进入了开发商的口袋，项目黄了，EB-5债权人买单，开发商横竖都是赚。虚高工程作价，这招更隐蔽，也就是直接增加开发商自有资金的占比。一个原本只需要1亿美元的建筑成本，开发商在施工预算环节层层加码，最后爆成1.5亿。看到有些新政项目，那些普通的花园式木结构公寓，成本价达到了$400每平尺，这肯定是有不少的水分。甚至某些项目还有虚构的分包商，账面有支出，钱其实转回到开发商或有关联的施工公司。投资人看着专业预算表以为合理，但实际上 EB-5的钱已经在这过程中被掏空了一大截。最后，即便项目建成，开发商的真实投入可能比承诺的少得多，投资人成了冤大头。不合理的工程管理费，很多项目会额外收取开发管理费、工程管理费，比例高得离谱，动辄按项目总投资额的5%到10%收。这笔钱 EB-5投资人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，相当于刚投进去，开发商先拿走一大笔。之前看过一个 EB-5项目，开发商的实际自有出资是7%，开发商收工程管理费是8.5%，这很明显，工程于竣工，开发商顺利金蝉脱壳，成功抽走了所有的投资款。自有资金的问题，可能想说租也不便宜啊，确实，自有资金实在太少。宣传册里写的漂亮，开发商自有资金占比40%，投资人一听觉得开发商和自己是利益共同体，很安心。但实际操作中，开发商真正掏出来的现金可能只有几百万，或者仅仅是购地款，其他都是账面游戏。常见的套路就是未来销售款作为自有资金，或者是开发商承诺补齐不足的施工款，比如签署完工合同，但很多完工担保，看到担保人根本没有实力担保，没实力补齐，先把投资人赶上车再说。一般这种常见的结局就是开发商用 EB-5的投资款作为劣后资金，再去募集更高的一级贷款，导致 EB-5还款风险极大。第二，自有资金太多依靠销售款，有些开发商说我们占比40%，细看才知道大部分来自未来房产销售收入，这其实是把未来可能拿不到的钱当成自有资金，一旦市场行情转冷，销售款收不回来，整个资金链立刻断裂。就比如有些滑雪场的别墅，或者根本没有销售市场的养老别墅等，
首先，目前的房产销售行情非常差，正常的刚需房地产开发商都变相打9折再让利促销。新闻报道说，一套60万美金的新房给买家的让利了5.2万，请问那些度假房屋真的能卖掉吗？第三种，承诺补齐不足施工资金，但没能力，合同里经常出现一条安慰性条款。如果施工资金不足，开发商承诺会自掏腰包补足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保障，仿佛给投资人兜了底。但问题在于，很多开发商本身就是轻资产运作，手里没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现金可供调配。更糟的是，有些是空壳公司，账面上几乎没有资金。到时候真的缺钱了，开发商只会摊手，而担保补齐资金的那一方，市场上大多数项目都是用这1B-5项目公司来做担保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项目公司开发不动时本来就没有钱了，然后让他继续担保项目竣工，这个担保协议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？项目还没开始建，您的钱已经被安排明了了。比虚高更导致致命的套路就是担保承诺破产，这才是压死投资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百亿集团的1B-5项目，你敢投吗？百亿集团操盘的1B-5项目真的直接投吗？你会投资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瑕，背后有百亿资产的1B-5项目吗？开发商大佬背景强大，背后是华尔街犹太家族，名字一搜全是地产成功案例及慈善捐款的故事。听上去是不是很吸引人？但深入分析后，你可能会发现，这个项目完美踩中了每一个1B-5投资的隐形坑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。我们先看项目背景、资金结构，再看还款抵押物，几乎没有实际保障。来看交易架构，你会发现利益冲突非常的明显。再看贷款期限，6年还款到底合理吗？